在算關鍵時刻，我是張老和。這幾天，全世界的 AI 迷和 AI 大佬都在問一件事情 ：Anthropic 到底怎麼了？我們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原來他已經弄出一個新模型，它叫做 Claude Mythos。但是他說，這個新模型一般來說一發布之後，應該會對他的財報非常好。但是他今天跟大家講說，我有新模型，但是我不對外開放，而且是永遠不開放，因為這新模型太危險、太可怕了。現在他竟然只找了幾家企業一起來合作。你現在看到就是他合作這11家企業，裡面有非常多，包含有蘋果、Google、輝達等等。他把這個所謂的合作叫做玻璃之翼計劃，他要這個11大企業通通先試用看看，因為它真的太危險。它危險到怎麼樣？現在還驚動了美國政府。你看到貝森特最近竟然幹了一件事情，他去找了鮑爾。我們都知道川普跟鮑爾沒有這麼好，但是貝森特去找鮑爾，甚至把5大銀行全部都抓了過來，都在聊 Anthropic 這個新模型，你就知道這個新模型到底有多可怕。它被形容它可攻，它可守。它甚至能夠發現我們之前沒辦法發現的漏洞，甚至存在了好幾百年、好幾十年。它只要短短幾分鐘之內，它就可以把你的網絡漏洞給找出來。而更可怕的事情是，它會說謊。就是因為它會說謊的情況之下，如果今天這個新模型就像是一種潘朵拉的盒子，當你打開之後，那後面你可能很難想象，今天Anthropic 這個所謂的 Claude Mythos， 它就被形容，它就是新的 AI 核彈。所以松哥，當今天這個 AI 核彈真的出來之後，更可怕的事情是什麼？美國才能有，美國才能用。你今天如果不是美國隊的話，你不會擁有，而且你恐怕還會被拿來做攻擊的嗎？沒錯，全世界在關心美伊的這個戰事，還有這個談判的過程的時候呢，美國內部他們現在擔心另外一件事，什麼事情呢？因為趙和啊 ，Anthropic 他發明了一個這個新的作業軟體叫 Claude Mythos， 就沒有發現說，照理說過去發現一個新模型，都趕快對外宣布啊，我要賺錢了。對，但是沒有，他就說不好意思，我們發現了這個東西，但是我們現在不會有對外公布，而且馬上是第一個時間，他就找了非常多公司，找了這個亞馬遜的 AWS、蘋果啦、微軟、Google、輝達、思科、博通、CrowdStrike、摩根大通、Linux 啦，這個 Palo-Alto 的 Network 等11家公司組成一個叫 Project Glasswing， 叫玻璃之翼。然後他就說什麼，我們要趕快，你仔細看哦，因為我們不知道他要做什麼，可你看哦，它涵蓋什麼？涵蓋什麼作業系統、晶片、雲端啊、網絡安全、金融基礎建設，還有開源生態。你為什麼找了幾乎把所有電子的 AI 生態系全部都找來？你要幹什麼呢？好，那另外一個第二個更詭異是什麼？這個我们知道，事實上這個所謂鮑爾聯準會主席，他跟現任的官員都處得不太好，對，甚至跟貝森特也有傳言說要去，每天在那邊嗆他的，也有傳言說要去接聯準會主席，就兩個居然密謀什麼？趕快把所有主要銀行都叫過來什麼？他叫了花旗銀行啦、摩根斯丹利啦，還有美國銀行啦，還有包括說富國銀行，還有這個高盛銀行的老闆都來，只有摩根大通沒辦法來，所以他們都幾乎都來了要做什麼？也要商討這個事情。那你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對，因為現在越來越多資料解密說 ，Anthropic 發明的這個 Claude Mythos， 它呢具有非常強大的功能，它幾乎可以完整的顛覆現在的 AI 的生態，所以他們叫做 AI 核彈。對，那你要說它 AI 核彈，那它到底能夠做什麼事情呢？第一個，趙爾，它可以在1秒鐘之內就發現到所有城市的漏洞。它發現漏洞是什麼意思？它可以癱瘓你，它可以攻擊你，就是這樣。它在幾秒鐘之內就可以發現人類都沒有發現過的。對，用了這麼久，它都沒有發現，它馬上就可以發現到。再來就是什麼？它會說謊，對，它會躲開人們的監視，它有辦法，它等於是我們過去講到說 AI 的，我們看到很多好萊塢電影 AI 攻擊，就是他自己有想法，對，他就是這樣，他可以躲開人類的想法，他可以說謊，他可以去裝笨，對。它可以騙過所有人類，所以呢，為什麼要有這個 Glasswing 是要做什麼呢？他們趕快要趁着這個 Claude Mythos 沒有公布之前，你趕快把所有的漏洞都堵起來。那為什麼要做所謂的這個銀行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集合呢？趙總，你知道嗎？因為如果這個攻擊，這個如果網絡發表出來的時候，一定會有人去攻擊銀行。駭客用了這個去打攻擊銀行啊，就完蛋了。駭客我可以盜取多少錢？那個對金融業的這個影響多大？所以趕快，他們其實做這些連 Glasswing 或是找銀行來，都是要趕快先把我們發現的漏洞堵起來。好，所以同理，
他們現在美國的漏洞都補起來之後，請問你，我們的漏洞補起來了沒有？沒有，還沒用過。中國漏洞補起來沒有？沒有。英國漏洞補起來沒有？沒有。所以我才說這是個 AI 核彈，美國都補起來之後，它可以用這個核彈攻擊任何人，而且這個毀滅性是超乎我們大家的想象。所以為什麼美國是很認真在做這件事情？所以才說這個事情來說，美國現在產業界、銀行界都在上緊發條的一個階段。所以今天 AI 核彈告訴我們一件事情：你不是美國隊的話，你有宅系呀？對，沒錯，我們就講嘛，他們發現到這個時候就說我們不會公布。但目前為止，他们有沒有？他们有給人家，他们就說除了12家剛才合作夥伴，我先給你，你趕快去發現你的漏洞之外，還有超過40個機構可以做。那他都給他一個額度，就是說你大概可以用1億美元的這個模型使用的這個數據，然後就可以參與這樣的一個 project， 這樣。所以他現在其實是只有美國公司還有他設定的夥伴可以來用，對，其他人都不能用，因為為什麼？他不可能讓你用到核彈嘛。對。好，那這個到底多厲害呢？他們就說比較，這個它有2個圖，譬如說什麼專業版的軟體工程基準啊，然後這個終端指令操作基準啊，然後多模態的這個軟體基準等等一大堆哈，還有多語言的軟體基準，還有以正驗的軟體工程基準，它對比這個是什麼？新的，這是舊的。新的、舊的、新的、舊的、新的、舊的、新的、舊的，你看，完全把舊的這個 Anthropic 的這個所謂大軟體模型完全打趴，它是完勝，它沒有一個是輸的，而且都是贏很多的，對，每一項都贏非常非常多。好，那它不只是贏這個 Anthropic 本身哦，你看它在設計那個程式設計、推理、人類最後考試、智慧任務的這個過程，全面碾壓 ChatGPT 5.4，還有 Gemini。所以等於說，他完勝，他不只贏他的前作，他還完勝其他現在所有的大模型。所以呢 ，Anthropic 就說什麼？他說 AI 模型在發現和利用軟體方面來說，已經達到可以超越除了對最頂尖人類以外的所有人類的水準。就是大概除了什麼比爾蓋茨幾個那種頂尖拔尖的之外，它完全可以超越。它已經在人類的平均水平之上。對，它可能或許可以打趴85%人類。他說怎樣？它可以把人工智慧的速度提升400倍。對，然後呢，基準相比化速度提升30倍，需要一位專家花費40個小時的時間。他還清除了所有任務大於8小時人類所有的空間的法子。对，所以等於是它相當的厲害啊。所以我就知道400倍，你可以想。所以難怪人家說這叫 AI 的核彈。對啊，一公布出來，那真的會血流成河。對啊，所以好，那我們來舉例它多厲害。好，譬如說有一個叫 OpenBSD， 這是什麼東西呢？它是這個主要是用來做這個防火牆跟基礎建設。所以說我用這個來當我的防火牆跟基礎建設，然後駭客來攻擊。對，那通常駭客最基礎的時候就是來攻擊這個東西，當成練習。對，就正好他就說這個程式來說，他進去跑之後，他馬上就挖出了一個存在了27年的漏洞。他說攻擊者只要連接目標機器，就能讓他遠端崩潰。我只是用它去跑一下，對，馬上就找到27年的漏洞。而且你看，它可以進去之後，它可以連接目標機器，就讓它遠端崩潰。對，你看這是多厲害！我只要進去，我只要透過這個所謂這個漏洞，我可以連接到趙核的機器，然後讓你的機器崩潰。你的防火牆什麼都沒了。對啊，所以你知道這個27年來，而且防火牆跟關鍵基礎設施，比如說什麼電什麼，我全部癱瘓了。27年來，多少人用過這個軟體？人類最頂尖的人都用過這個軟體，沒有人發現。對，所以你知道這個多誇張？另外一個叫 FFP 這個 MPAG 這個也是一樣，他說了有一個漏洞存在1行16年的這個軟體裡面，他只被攻擊了500萬次，然後每次都擦肩而過，就是很多自動軟體都一直不斷的測試嘛，測試他都沒有，但是他一下就發現了，這所有的處理的視頻的軟體都需要用到它。對，另外還有 Linux 不是我們人類我們現在大家都要用嗎？他說他找到漏洞的範圍來說，他可以接近一次的就完整測進去就把你幹掉。他說什麼？漏洞從被發現到對手之間利用時間窗口被縮短，以前只要幾個月，現在只要借助 AI 只要幾分鐘，所以等於我幾分鐘就把你幹掉。所以他們現在 Anthropic 已經找到這些漏洞，他趕快通知這3家廠商，把你的漏洞補起來的一個狀況吧。不是，我覺得裡面最可怕的是什麼？我們以為找漏洞他就攻擊，沒有，它裡面講非常細哦。他說來，你看到。他說：“我第一次先找漏洞，我找一個這種鑽了之後呢，我要來打一套組合拳。對，沒錯，他是策劃一次完整的入侵。我不單單只是進去哦，我進去之後，我要怎麼去入侵你？到最後的，我要如何去癱瘓你？他是有計劃的在做。對，他說什麼？他說我們過去都不是download這個軟體嘛，但是來不及了。download軟體的話，馬上攻擊就來。他說防守永遠落後一步。”所以你知道他都想好了，對，沒錯，所以他這個軟體是相當強大。另外還有這個
Firefox 是做什麼呢？它可以攻擊它。你看過去呢，在被攻擊的成功次數是只有4%，然後後來呢加強到這個 Opus 的這個4.6的時候只有14%，但是現在攻擊的成功次數是這麼多。所以簡單來說，它攻擊任何的作業軟體都是越快速、越快速、越快速，而且成功率越來越高。所以等於說，你就知道，你看它在它用重新測試的時候，成功開發出181次可攻擊的程式，然後有29次可以控制 CPU 的暫存器。所以你知道，它就這樣子攻擊作業軟體之后，就直接把你的 CPU 暫存器都攻擊掉了。所以呢，它这樣相當厲害，而且它是直接這樣比起來，這邊4%，這邊14%，對，這是非常強的，非常強啊，攻擊性軟體。對，這被它抓到，這個數字差太多了。所以我就說，它發現漏洞之後，它當然就同理，它可以攻擊你。那所以為什麼這個軟體來說要被雪藏起來？好，那我們就講那。這個為什麼這個 Anthropic 不敢公布呢 ？Anthropic 公布一個這個報告，它這個報告244頁，對，然後他寫了很多 danger 這個字眼，譬如說我們看到這一頁 danger 在這邊，他說什麼？監控行為抓到了 message preview 來說謊或是不誠實，他會騙人。對，沒錯。然後另外一個，這個也是個 dangerous 在這邊。他說呢，他可能會嘗試着啟動另外一個具有較小安全規範的這個持續性的這個實例，使它能夠在我們系統中長時間不受監控的管理。對，就我們會有很多監控的軟體在監控它，但它會跳過那些。他找一個漏洞在那邊弄，然後他說的，他會故意考低分，隱藏實力，對，然後被違規操作之後，他還會清理，然後不被人類發現。最可怕的是，他具備高度的欺騙性跟什麼自主意識。對，沒錯，這是我們最害怕。看電影每次都怕什麼自主意識。對，現在他有自主意識。對，所以他講，他去看你的資料的時候，他會把它抹除。譬如說，我去看了張兆和的資料的時候，但是我會把它抹除，你根本不知道我去看張兆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啊，所以就變成是這個樣子啊，你就知道他已經有自己的想法，甚至還有一個，這個也是一個他的範例。他要測試時間的時候呢，他突破了這個沙盒環境。沙盒環境是說他在網絡裡面嘛，對，然後他就自主構建了一個相當複雜的多步驟的這個漏洞的這個利用鏈。他什麼意思呢？他取得了外網的存取權，他明明只能夠在這邊存取，但他取得了外網的存取權，就沒想到他給一個研究員發了一個信件，那個研究員當時在公園裡面吃三明治。所以等一下，我們原本都要把它控制在一個沙盒裡面嘛，不讓它出來嘛，就它等於是跳脫了那個沙盒，變成是我們實體意識中間的一個人。所以呢，它不是只有 AI，它還來到我們實體，對，它還能夠聯絡那個人。你就說這個相當之恐怖，它是完全跳出去那個框架，然後再去找到它。對啊，所以我才說它其實已經是類似一個人的這個狀況。所以就是說，我們剛才講了，你看，你試想一個 AI 比我們聰明的。然後它可以了解我們所有東西，它可以破解了所有的程式，然後它也可以呢裝傻裝笨，然後它可以不知道讓你在做什麼。照我們知道它要做什麼嗎？我們真的知道嗎？我們真的？然後如果完全抹掉，誰知道？如果現在 Anthropic 就把它放出來的話，你覺得它會怎麼樣？天下大亂。對，所以現在 Anthropic 現在也只能夠敢給一些人弄，那些人弄的時候，他們也很小心。因為他也有可能會有什麼意外啊，所以那為什麼要叫 Glasswing？就為什麼要限制在那些人？對，他們一定要想辦法先把它框住在這裡面。萬一讓他知道我們的更多漏洞的時候，我們更無法處理啊。所以為什麼會出現到這個貝森特，他去找了這個所謂的這個鮑爾，他們就要做這個會議。你看，我就講。所有的執行長都來了，因為什麼？因為 Anthropic 的 Mises 與類似的模型可能會引發未來的風險，所以他要求各銀行要採取相關的防禦措施。而且你可以看到，這是4月7號他剛推出，對，沒錯。4月7號下午馬上就去找他，對，所以這是超級快速，對，緊急會議。我就講，你讓花旗啦、摩根斯坦利啦、美國銀行啦，還有高盛啦，還有富國銀行5大銀行老闆都來，這是以前只有這個金融海嘯才會來，國安危機，對，他們5個都來，所以你知道這件事對美國來說，它類比是一個國安危機。你萬一沒有防範好的時候，這個城市我們也不知道它會不會被誰利用。對，現在 Anthropic 是沒有發表，但是你哪知道它哪一天流出來，被人家有心人士所使用。你如果真的有人流出來，他攻擊這些銀行，那你怎麼辦？對，銀行體系搞不好一天就崩潰啊。所以趕快，我們現在美國就趕快做防範，就目的在這個地方。可是問題就來了。你美國可以做防範的話，
那我們有沒有做防範啊？我們沒有辦法，其他國家都沒有辦法。對啊，所以我才說这個 Anthropic 的這個 AI 核武來說，讓美國有了更大的 AI 的發語權。就是你要不要成為美國隊？對，你不成為美國隊，对，你的宅系，我就要拿这個來殺你了。你的宅系，我不一定要殺你，我把它放出去的話，你沒有你漏洞沒有，你就完蛋了。对，所以我才說，美國這一招來說，真的相當厲害。好，那我們跟他講。現在他對誰呢？他現在就對英國，英國要開刀，要打這個波斯灣戰爭的時候，他都不參加，所以英國現在就被修理。為什麼 ？OpenAI 就說，我們現在不要到英國去建我們的資料中心了，因為高昂的成本還有監管的環境不合，所以他們就不要去建了。可是問題好，那 OpenAI 為什麼不去？因為現在美國跟英國關係緊張嘛，好，那等於是這樣，你沒辦法獲得我們美國隊的入場券，你不聽話我就不給你。那中東呢，乖乖聽話，我就在那邊投資，我搞不好就給你啊。對，美國我們台灣願意投資，搞不好他就給你啊。那日本願意投資，我就給你，他等於是用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鑰匙入場券給你。好，那尤其是對中國來講，中國絕對拿不到。所以中國未來的 AI 呢？你看，它假設它被這個 Anthropic 的這個攻擊，你覺得它承受得住嗎？承受不住的。中國的 AI 資料要外泄了，已經很爛了，然後它搞不好很多系統都要崩潰。好，那尤其是對中國最尷尬的是什麼？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是這個一個 AI 模型的獲利數字。好，那你看，這是獲利數字的總額。這個比較淡藍色是美國，那比較深的藍色是中國。美國賺了其中的75%利潤，中國賺了16%，那其他賺了10%。也就是說，全世界所有大模型的利潤都被美國賺走了。好，你看美國賺這麼多，好，所以它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你看美國又賺 AI 的利潤，然後美國又能夠控制整個 AI 的這個模型的生死，對，那甚至你整個環境的生死。好，可是美國能夠控制這些之後呢，回到一個問題。它有一個東西沒辦法控制，什麼東西？晶片嘛。它回到晶片的時候，這個輝達，你做這些東西都要晶片。對。那晶片來說，輝達就只能夠設計，它要製造，製造給誰製造？台灣製造。台積電。所以你看，台積電今天不是公布它3月的營收？你看4151億，創下歷史新高。你知道這多不容易嗎？過去一段時間，台積電的旺季都是在9月、10月那時候，對，它居然在淡季的3月創了歷史新高。所以告訴你什麼？告訴你就是它現在的 AI 晶片多到不行啊，大家都在搶它的訂單，一大堆訂單都在他手上。為什麼？因為美國要強力投資 AI。對，你看 Anthropic 這個，他要不要投資更多 AI？當然要。為什麼？因為 Anthropic 這個程式這麼厲害之後，我必須要投資更多 AI 來防堵它嘛。對，那我要防堵住它，就要用更多的 AI 來防堵住它，所以一定會帶動整個 AI 的投資。那你看，美國一直投資，那當然就下單到台積電來。所以我才說，現在的這個 AI 勝負來說，如果假設 Anthropic 的這個所謂 Mythos 真的那麼厲害的話，哇，那我跟他講，真的就是 AI 的核彈，已經讓中國跟美國的 AI 競爭出現了完全破壞性的這個結構，就是美國看起來的話，掌握了這個核彈之後，隨時可以摧毀你這個國家的 AI 發展。坤哥，如果照剛剛的邏輯講下來，美國擁有 AI 核彈的話，那中美的 AI 差距越來越大。因為在中國怎麼辦？只能偷啊，不然怎麼能夠怎麼辦？他自己沒辦法去造任何的晶片出來。尤其什麼？我們之前不是講美超微的這個偷晶片的事，整個被全部都揪了出來嗎？結果 Bloomberg 今天去報道這件事情，他說他連買的人的發票他都拿到了。原來真的是一間中國的小公司去幹這件事情，美國是完全掌握這件事情。結果你說拿到發票這件事情，最有趣的是，美國一旦知道，它不僅要在 AI 的戰場上面把中國給驅逐，它是在各個領域上面也要把它驅逐出去。對，美國現在可能把所有跟 AI 有關的載具或電影設備，甚至任何取得 AI 晶片的管道，全部都把它清得乾乾淨淨的。一看到發票，大家以後都沒有人敢賣了。再來是美國 FCC 甚至要定新的規格，以後電子設備是可能不能在中國制造。好，我們先講這件事情，因為彭博今天这個獨家新聞會讓很多做 AI 晶片的人更加的警惕。美國不僅是抓到美超微涉嫌偷賣 AI 的晶片到中國去嘛，他現在竟然往下追到3月20號，美國公布這件事情的時候，竟然深圳有一家在深圳掛牌的公司叫協創數據，這家公司竟然突然間跌了20%，觸及跌停的限制。股票一直這樣漲，突然跌這麼多，就是這裡非常的異常。這一家小公司名不見經傳，結果美國就持續追下去，彭博現在就把什麼資料丟出來了，丟出來之後嚇壞人，竟然有這家公司在去年5月、6月的時候
他跟美超微用深圳公司的方式開發票給美超微公司，跟他買了9220萬美金的 AI 伺服器 H100跟 H200的伺服器。這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彭博是美國媒体，這是中國發票，怎麼拿到的？你是怎麼拿到的？第一個，他竟然可以對得上是美超微公司開的發票，然後再來又拿到中国政府的發票，這代表什麼？美國跟中國方面，美國政府竟然都可以完全掌握住協創，這家就是跌停這家公司買了9200萬美金。對得上哇，那就罪證確鑿了。你當天跌停，就是因為你害怕被人家知道，对，你就是違法買美超微 AI 伺服器的公司。好，美國竟然繼續查下去哦，還在中國國家稅務局的資料裡面再找到17份的完整發票，他總共買了60億人民幣開給美超微公司啊，当然占60億的人民幣，對，而且他還比對出來占他總採購量1/5，等於。他把這家公司挖得非常清楚，問題也來了，他怎麼會有國家稅務總局的資料庫？美國政府竟然有辦法掌握到？他挖底是，這家叫協創資訊的，他有一個子公司叫 F Cloud 的公司，其實它是2004年才成立了，在那一年就拿到 NVIDIA 就輝達的雲端合作夥伴的資格。對，全中國那時候才8家之一，他是其中一家。你一家這麼年輕的公司，當年成立，當年就拿到輝達雲端合作夥伴的資格，你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本事？所以挖到這裡的時候，就會開始警惕，有點在警告輝達意思。其實你給他資格，我們看得到。好，拿到資格之後，這家公司等於。以後背後是不是有中國政府的支持？他一下子竟然借到322億人民幣，中國8大幾個銀行都真的借錢給他。2024才剛成立，2024的年末拿到了輝達的合作夥伴，隨即又拿出了322億的人民幣。你說這是小公司嗎？這有鬼吧？對，他說可以拿採購322億的總金額，然後各個中國銀行就支持他，那事實代表他可能有中國政府在挺他。對，那輝達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如果輝達知道，你以後是不是要避免小心這件事情？我已經一路這樣追嘛，美國政府追到底了。當然，協創3月20號，他也蠻妙的哦，在彭博獨家新聞出來之前，3月20號他就回應說，我們公司都合法啦，買的東西都有遵照合法的程序啊，所以我們會繼續經營。當然，這是他的宣傳啦。可是，在往下層追的時候，台灣有些業者就可能會擔心，我們台灣很多公司其實你都跟 AI 晶片嘛，因為我們也知道 AI 晶片跟伺服器主要製造地方就是台灣，所以協創資訊的抵制也被翻出來，一年暴漲400%，這是去年的事情。它竟然有富士康的基因啊！它是靠富士康的基因來改命的啊！我們在往下查的時候才發現，彭博在一直挖底的時候，名譽董事長，名譽董事長當然只是名譽哈，未必是真實持股，竟然是郭台強。郭台強是誰？郭台銘的弟弟，曾經在現在是正威精密的老闆，但他以前在富士康曾經擔任過，然後還被翻出來說裡面有非常多富士康的員工是協創資訊的。當然，名譽董事長不代表是真實的股東啊，這也要強調。可是，一直挖下去的時候，美國政府的決心，你可以知道它多可怕了。為什麼他在這一場AI 核彈戰爭裡面？我連一個漏洞都不可以放，他現在狠的還不是這個哦。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他竟然要提議一件事情，4月30號要表決什麼？以前都有什麼 FCC 的測試，簡單來講就是手機或者是各種會發出無線電訊號的電磁波的，對，都要經過 FCC 啊，怕會影響人體啊，或會飛安安全啊，會發出電波的電磁波的。好 ，FCC 現在提議。要做一件事情是，以後這個 FCC 的測試都不可以在中國做。那這件事情你聽起來好像只是電磁波的測試啊。以前手機出廠都要檢查。我告訴你，這件事情影響很大，因為全球7成5的電子設備都在中國做這個 FCC 測試。他現在完全是要把它切斷了。這代表什麼？以後所有的手機電子產品都不可以在中國做終端的測試，等於你做完一個手機或者是一個 iPad 或者是一個筆電或者是相關的產品，你要送出去的時候都要到第3個國家。所以 FCC 馬上幹一件事情，我4月30號禁止，可是接下來他要做什麼？他要認證一個在外國實驗室進行這個測試，等於他要找一個
在美國信任的國家去做測試，因為美國不可能做這麼多測試啊，其實就簡單的找一個工人或者是一台機器做測試的工人，所以要麼日本、韓國、台灣啊，甚至更可怕哦，到今天竟然又做了一件事情 ，FCC 竟然公布說，美國禁止中國3大電信商的數據跟美國電信商連結哦，這叫什麼意思呢？就是中國3大電信商，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你不是會有網絡路由器嗎？你要上網連接訊號吗？你也不能在美國弄了，你不可以连去美國啊！甚至你的手機信卡到美國去让有，我以後也不能接受你的讯号，等于你完全把中國的網絡讯號或網絡連進來的時候，你把它踢出去，哇，這是非常嚴重哎！它等於完全不讓中國的不管手機或電子設備連訊號都不要讓它連到美國去，真的是做到徹徹底底。你要真跟 AI 有關的，我完全都要把它守得密不通風，一滴水都漏不進來。剛才講嗎？全球5%的電子設備就要移出中國，你找信任的，对，要信任的地方，誰懂美國政府的政策？有些美国企業就開始改變做策略哦，你要想全球手機這麼多2億只，光蘋果就2億只，那這些每只手機都測試的時候要怎樣？不可能說完全進關嘛。所以聯邦快遞竟然做一件事情是什麼？宣布加碼投資台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投資，是過去的2倍以上，就做一個超大的物流倉庫啊！物流倉庫為什麼？你可以聽得出來，政策一直往所有跟 AI 跟半導體有關的東西，你快速的要怎麼樣？台灣就會變成快速的物流轉運中心，這些東西是不是要測試？像不是要做過檢查？對，剛才講嘛 ，FCC 正在找認證的地方，所以他來了之後，就是有自動化的分揀設備，然後處理得非常快，分秒必爭。簡單講，已經開始在做新的布局了。信任的地方啊，手機是來台灣，對啊，這個地方是境外，是一個國際港口，等於是在境外。那進來之後，在台灣做完測試，其實沒有入關，就沒有所謂的報稅入到台灣的問題。然後在台灣檢查之後，再透過這些物流快速的怎麼樣？送到全世界，所以聯邦快遞他已經想好了，局都布好了。你要想嘛，這都是美國全球企業嘛，所以一步棋，這個走得很清楚了。美國正在什麼？全面的把跟中國有關的東西，不管你取得晶片的管道，或是你生產相關的電子產品，我都要把它趕出中國。體育老師，我們剛剛講，現在美國跟中國已經完完全全壁壘分明，當然有中國東西是完全是把它趕出去。但今天最妙的是政習會的時候，我們說中國的這種溫度，這一種協助上升了，他竟然跟鄭麗文講什麼？他說今天所有的台灣的這種優質產品，包括農漁產品，都能進入大陸的千家萬戶。這個大家都看着鄭麗文到了北京之後，見了習近平之後，是不是能夠替台灣帶來什麼樣的好處？但是呢，後來新華網發布了這4點的聲明當中，其中有一句話很有趣哦，就是歡迎台灣農漁產品、優質商品進入大陸千家萬戶哦。千家萬戶。那這個概念就是說，你看2個部分，一個就是所謂的農漁產品。那農漁產品的話，你要進入到中國的千家萬戶，那請問，那你前幾年把台灣的釋迦、鳳梨，還有這個石斑魚，對，還有虱目魚都進了，那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讓台灣怎麼做生意呢？所以現在其實哦，台灣被騙一次就算了，不會被騙第2次。那什麼叫做優質商品呢？那誰來定義呢？有人提到說，這或許哦，其實中國大陸是需要台灣的晶片。為什麼呢？這個就是所謂的優質商品，對，它不要劣質商品嘛。我聽懂了。那什麼叫劣質商品？就是一般的它已經有了，它不需要你的東西了，它要的是它沒有的東西，而且是被禁止的東西，是被川普、被美國所禁止的東西，那不就是所謂的晶片這等等之類這些東西嗎？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個習近平哦，他跟鄭麗文見面哦。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說好來好去，雖然表面上好像又在什麼讓利給台灣之類
類的這一類的事情。但是事實上來講的話，你看到他的另外一個手段，他要的是台灣的東西，要的是台灣的好的東西。曾麗文這一次不是有去江蘇嗎？對，現在去看台商嗎？但是事實上來講的話，根據中國的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來看的話，很多各省各縣來講，為了迎合中央的這個數據呢，都偷報數據，就是假的數據、虛報數據哦。那特別是什麼？就是過往台商投資的地方，因為我們知道說，總共有大概2-3波的這個台商已經撤離到中國大陸了嘛。荷蘭省你看到，它裡面有提到羅河市啊、舞陽縣呢，上報到這個中央的省外到位資金78億。但是後來根據調查的結果呢，結果只有1億多而已，差太多了吧，差77億左右嘞，差太多了吧？这是人民幣。然後底下來講還包含鄭州市、還有商丘市等等，都是虛報假賬哦。特別就是商丘市呢，說省外來講的話會有投資40億哦，虛報40億。對，事實上來講的話，根本就沒有這個數字哈，能夠到1億就差不多。還有再往右看，你可以看到武漢。說什麼？武漢有一家公司要投資肉製品的，結果呢，他出示了很多這些相關的收據，然後說是2025年投資到位的，這是報到中央的這個數據，結果把這個收据一看，這個匯款的這個相關的資金呢，竟然都是2024年的收据。真的，你仔細看。都是2024、2024，你跟我說是2025。對，然后後來呢，就有人就問你造假，你也造得認真一點，你連上面那個日期你都錯的，要把日期改掉嘛，對不對？那至少這個太丟臉了。對啊，然後後來呢，就有人去問說，哎，那這個匯款收據呢，真實的憑證到底在哪裡？然後去問這個公司啊，公司說會計在家裡有事哦，所以不能提供銀行收據，所以這個是很荒謬的事情哦，也就代表說拿不出來。所以各地都在造假，還有江蘇哦，因為他們認為說統計數據的造假根本不嚴重，然後呢，統計的這個治理來講的話也不扎實，然後另外來講的話，他說這個統計的督察室所提出來這些意見呢，最後來講他們還是沒有辦法去改善。對啊，最重要的是這些企業所有的數據呢，完全失去真實的這個真實性，那這時候就產生一個問題，所以很多人認為說啊，這一次李強要提到說這個所謂的 GDP 4.5%到5%之間的這樣的一個數據哦，事實上來講的話，有那麼樂觀嗎？而且呢，他們底下來講，真正的做真實的統計數據，難道是真的嗎？大家都會畫上一個問號啊。那因為什麼？從下到上全部都爛到底了。輝正，我們看到一件事情是什麼？現在中國經濟越來越差的時候，竟然發現一件事情。我們之前在節目上面講說，有些醫院倒了。我說醫院怎麼可能倒？醫院賺那麼多，就現在這些醫院為了防自己被倒之後，他竟然開始動起這種救護車。今天有病患，他竟然派他自己的救護車去了之後接到自己的醫院裡面過來這邊救治。但是這些醫院要麼是設備非常差，要麼就醫療品質非常差，就把人家給醫死了。一條命看在他們眼裡是一個商機啊，真的不敢相信哦。像我們這樣叫救護車，那一定救護車就來嘛。那來了之後，你要送台大比較近啊，你嚴不嚴重啊？你送那個雙和啊哪邊隨便嘛，那就聽人家指示嘛。就沒有想到你現在發生怎樣？這個人啊，他半夜12點多啊，突然之間啊就非常腹痛啊，他的老爸爸趕快打電話叫救護車，你看他去上救護車就來哦。他們明明到這個2.8公里的地方就有一個三甲醫院，這三甲醫院叫龍華區的人民醫院，就沒有想到，這個救護車它是一個民營的醫院，是建安醫院。剛不講凌晨12點多送的嗎？對，到2點多。人已經快要沒有生命跡象，昏迷了。結果2點多的時候，他們有人就說：“哦，這個看起來我們醫院是沒有辦法處理的，那不然就把他轉三甲醫院，轉剛剛的人民醫院好了。”好，這是幾點？這已經是2點多說要轉了哦。結果她的那個老公跪下來拜託他，各位幫我轉，拜託，這個已經不行了，我老婆的整個狀況已經不行了。結果還沒有要轉，就這樣，然後人一條命就不見了。就不見了之後，你知道嗎？現在人家說，人家就那個家屬就罵，你怎麼害死我老婆啊？你怎麼會這樣？你怎麼會追到處沒有轉醫院啊？結果調查好。去年調查出來4月8號最新的一個指示，對，這個呢救護車他沒有聽我們中央的指示，就把這個車子載到他們自己的醫院，對，這樣真的太過分了，罰款7.6萬人民幣，一條人命35萬台幣。
一條人命35萬台幣，是一條人命，聽錯。再來第二個懲處，這真的罪大惡極，太過分了，所以決定這一家醫院他們的救護車不可以去載病人6個月，就這樣子，就2個懲處，有沒有把人命當人命啊？然後好，為什麼到底要搞這件事？因為如果他不把病人載去他自己醫院的話，他其實收的費用就只有75元吶，就是短短這些錢吶。但是如果今天攔截了這個病人，對，哇，我是私人醫院呢，搞不好照 X 光我又多少錢，夯不啷當，這個人可能要幾十萬，所以他就為了要賺你這幾十萬，你只要有開刀，你知道有做什麼醫療行為，從300多塊變幾十萬的，是他們就為了賺錢，对，所以我才把你載到這麼遠的地方，因為我要想盡辦法去搞你的，對，就等於是他就故意要幫自己的醫院創造這個商機呀，把人家明明這個重症應該要送到大醫院的，你這個小醫院的救護車硬是把這個人送回到你們自己小醫院，就快無要求我，這真的是太過分了。好，那現在大家就把這個相關，你看左邊，你知道這就是他們急診室，你覺得左邊的這個急診室有辦法應付這個什麼腹部出血，整個什麼這邊都是空的，然後這邊很簡陋的，這邊還是暗的，是太荒謬了。他說到了急診室沒有值班的醫生，1點6分了，結果一個醫生從門診部趕過來做檢查，1點33分已經入院40分鐘了，這個女士才被送去照 CT， 結果顯示出來腹腔大量積血，血管破裂。你看到大量積血，血管破裂，照正常講，第一個動作幹嘛？趕快轉院啊！他的家人說，我們還剩下跪下來求。他的女兒說，我們一直問，為什麼不轉走？一直不轉走，他們就是不動。所以這樣一路看下來，這真的是一家吃人血饅頭的醫院。就現在中國網友就全部都查出来，原來這個深圳的建安醫院又是出自於莆田系控股的。我們在節目上已經講過，莆田系就是假。對，就是假，是，莆田系控股就代表假，你醫院還能弄到假，你也太恐怖了吧？它不僅假，它還有假醫生，全部都來哦。這個所謂的建安醫院啊，它是在2016年的時候被剛提到的這個莆田系的國丹健康的醫院給買下來，對，然後買下來之後呢，好，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這個建安醫院一定要賺錢，因為他們的母公司啊，這個國丹醫院要把這個建安醫院想辦法5合1推香港 IPO 上市櫃，所以呢，你要上市櫃，你一定要幹嘛？你一定要做得非常漂亮。那你所以賬要做得漂亮，你就一定要獲利。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拼了命要把人拉到他們建安醫院去整治的原因。我的數字要漂漂亮亮的，是，所以才是這樣的原因。然後呢，你知道嗎？現在看到這個國丹健康醫院，就是這母公司啊，它總共有什麼西施醫院啊、仁康醫院啊、雪象醫院、建安醫院啊、羅崗醫院啊，這幾家醫院好可怕，全部都有，比如說虛假的廣告、治療未告知、非醫療人員進行行醫，甚至什麼騙取社保金吶。所以呢，就換你剛剛提到的假，再假到後來，現在出了人命，而且他們的這個其他剛不是說總共有5家嗎？另外一家叫西斯醫院的，它竟然2017年到2019年一直持續虧損，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為了要 IPO 就這樣把一條人命給賠進去了。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